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那么我们今天来捋一下概念哈。人工智能 AI 这个词特别的火爆，但是除了这个词以外，大家一定还听说过，比如说数据科学、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神经网络这些词吧，是不是感觉特别乱？不过没关系，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捋一捋。那么空讲这些概念呢，有点抽象，不是特别好理解，所以呢，我们就找一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区分一下苹果，还有这个香蕉，那么这个是苹果和香蕉。那么对于人类而言呢，这好像是非常自然而然的事情，这个就是苹果呀，那么这个就是香蕉呀。那除非是傻子，他分不清苹果和香蕉，对不对？但是你要这么想，假如是一个刚生出来的小孩，一直在长大没多久，那么我们得教这个小孩，这个是苹果啦，这个是香蕉啊，那我们就会拿出来一个苹果告诉他，这是苹果，这个是香蕉，对不对？那么他可能看到苹果，看到香蕉，他就能学会的。那么如果是一个计算机程序，他怎么来区分苹果和香蕉呢？那么最简单的方法就是说通过它们不同的特征来判断，比如说这个苹果，看上去红红的、圆圆的，这个香蕉呢长长的、黄黄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用颜色和长宽比这两个特性来区分苹果和香蕉。我们呢可以在空间做一个直角坐标系，那么横轴呢就是颜色，那么纵轴呢就是长宽比。那么香蕉呢会落在如图这样子的一个地方，那么苹果呢会落在这里。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香蕉和苹果是分开来的。然后呢，我们去水果店里买很多的香蕉和苹果，测量一下它们的长宽比和对应的颜色，然后把它整个放到坐标系里面来。那么就像这样，可以看到香蕉和苹果分别落在了这整个直角坐标系里面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么苹果是红色的、圆圆的，它就落在这里。那么香蕉是黄黄的，那么长宽比大概是3、4、5、6这样子，那么它就会落在这里。那么接着呢，我们呢就把这个香蕉的区域和苹果的区域都画出来。这样呢，我们就有两个区域，一个叫香蕉区，那么一个叫苹果区。那么有了这两个区域以后呢，香蕉和苹果，那么对于机器而言就很好划分了。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 X 水果，那么只要看一下它的颜色，测量一下它的长宽比，那么如果它是落入了香蕉区，那么这个水果就是香蕉。当然了，如果这个 X 水果落入了苹果区，那么它就是苹果。那么在这个例子里面呢，从水果店里我们买来的香蕉，苹果的颜色、长宽比，那么它就是这一个模型的输入数据，那么用来在坐标系里面生成苹果区域和香蕉区域。画出来的区域边界呢，就这里面的区域边界，就刚才动画里面看的，那么是主播自己画出来的。而人工智能里面的各种算法，那么它就是去如何的去确定这个区域，把这个区域描绘出来，那么这就是人工智能里面的一些算法。当然了，那么这两个区域边界画好以后，那么我们这个简单的分类模型，那么就是弄好了。当然我们这里只是非常直观的一个简单的来举一个例子，那么这个模型本身呢还是有很多漏洞的。那比如说，如果我们遇到一个黄色的苹果或者一个胖胖的香蕉，那可能就分不清了。所以这里呢，我们一起来脑补一下，把这个模型呢变得更加复杂一点。那么为了更好的区分苹果和香蕉，那我们还可以加入，比如说，气味，那么包括切开以后，水果的颜色，那么苹果是白色的，香蕉也是白色的，包括吃起来的一个口感。包括表皮的纹理，甚至种子的颜色、硬度等等。那么随着更多的特性被采集，那么我们就可以更容易的区分香蕉和苹果了。
那么随后呢，我们有了这么多特性，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其他的水果也都加进来？比如说桃子、葡萄、西瓜、柚子、橙子、李子、杏、梨、芒果、菠萝、茄子、哈密瓜等等等等的水果。我们可以直观的感觉到，假设我们使用的特性越多，也就是说，比如说大小啊、形状啊、颜色啊、气味啊、口感啊，我们都使用了，那我们好像就更容易的去区别不同种类的水果。同时，如果我们测量的每一种水果越多，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苹果，我们测量1万种苹果，各种大小的苹果，各种颜色的苹果，各种不同种类的苹果，那我们最终画出来的那个苹果的区域，它就越完整。这样子一个区分各种水果的人工智能的分类器，那么就被我们创造出来了，耶！恭喜大家，恭喜大家！设计了第一个人工智能框架程序，那么我们就把这个程序叫做水果分类器吧。然后呢，我们就来聊一下模式识别。模式这个词呢，在中文语境里面有点难理解。那么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单词呢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英文叫做 pattern。pattern 是什么意思呢？让我们用图形来说话啊。首先呢，我们在搜索框里面搜索 pattern 这个词，然后我们再搜索图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出来的都是花纹，因为 pattern 这个词在英文中的原意就是衣服上的花纹、布上的图案的意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花纹图案都是不停重复的。那么比如说这个由花瓣组成的同心圆，那么颜色由紫色逐渐变成了蓝色。那么像这个图案呢是平行的曲线，那么一条条的等距排列。英文花纹这个词 pattern 在人工智能领域翻译成中文以后，那么它就翻译成了模式。那么意思呢，就是说有不断重复的一个结构体，那么就像衣服上的花纹一样。所以呢，模式识别的意思呢，就是说它要去认识、去区别隐藏在一大堆数据背后的一个结构，而这个结构呢，往往是在不断的重复自己的。那么这个就是模式识别的意思。那么在我们水果分类器这个模型里面，搞清楚每个水果的特性都是什么样的，哪几个水果的特性会比较接近，比如苹果和樱桃的样子比较像，但是大小不太一样。香蕉和芭蕉的颜色和口感，差不多，但是形状又不太一样。这个就是模式识别。模式识别呢，实际上也是人类，特别从小孩长到成人的过程中去认识世界的一个非常自然的过程。那么这是实际上是内嵌在人类的内嵌的一个算法，应该是。那么讲了这么半天，我们是不是跑题了？应该不算吧。那么先了解一些基本概念，有一个简单的模型，有一个例子，那么还是可以更好的去理解后面的一些概念的。那么下面我们就来讲人工智能、数据科学、数据挖掘、机器学习、深度学习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那么第一个，我们先看一下数据科学这个词。那么其实在中文语境里面是比较少提到数据科学这个词的。那么它本身是英文 data science 的一个中文翻译，它研究的就是如何从一大堆纷繁纷乱的一个数据中去洞察、去发现它背后所蕴含的逻辑和知识。那么我们可以认为数据科学它是一种学科的名字，而从如何具体的去从数据中挖掘知识这个动作本身，那么我们就可以叫它数据挖掘。那么用我们前面的一个水果分类器来说一个例子，就比如说我们有100亿条各种各样水果的记录，
那么每个水果我们都记录它的大小、颜色、硬度、手感、纹理、气味、口味、成熟的日期、籽的大小、颜色等等等等等等。但是呢，我们不知道每一条记录它对应的都是什么水果。比如说这一条记录，它可能是苹果的记录，也可能是香蕉的记录，也可能是樱桃的记录。我们不知道这一条记录到底是属于哪个水果。那么同时呢，我们也不知道这101条记录里面到底记录了几种水果。那么可能只有苹果和香蕉2种，但是也有可能有全世界所有的水果，比如说100种水果都已经记录，都在这101条记录里面。数据科学就是可以帮我们把从这个101条记录里面归纳整理，告诉我们一共有几种水果。这101条记录里面一共有几种水果？比如说有9种，那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知识。那么这里面有101条记录，有9种水果，每种水果它的一个特性。大小、颜色、硬度都是什么样的，那我们就都知道了。那么这个就是数据科学。我们看到整个动画的标题，那么就是数据科学，因为这是整个学科的名字，所以就放在最顶上了。那么通常呢，数据挖掘会怎么做呢？数据挖掘的流程，是这样子的。首先要对获取的原始数据进行一个预处理，把那些不相关的、明显错误的数据剔除掉。比如说有一个100米这么大的一个水果，那么比一幢楼还大啊，那么这样的记录完全不符合事实，所以就必须得剔除掉。那比如说测量人员的姓名，一般跟水果的种类也没有关系，所以也会被剔除掉。那么这些的话就是预处理。那么然后预处理之后呢，数据会进一步的做数据处理。那么这个数据处理呢，就包括把一些本身采集的特性，比如说颜色啦、大小啊，把它数字化。然后呢，我们一般数字化以后，还会把这个值，就比如说直径这样子的值，把它整理到0和1之间，那么我们称之为归一化。那么或者呢，将这些数字再做成均值为0，那么方差为1的一个数据集，那么我们就称之为标准化。这样子呢，来方便计算机处理。当然这些都不重要，我们之后的话会在算法那个章节里面做更详细的一个讲解，大家知道一个概念就行了。那么接着呢，有了干净整齐的一个数字化的数据以后，那么通常情况下呢，我们还会做另外一个步骤，来试探性的去找一下数据，这些数据有没有重复啊？是不是有缺失部分啊？数据的整个结构大概是什么样子呢？那么这个步骤呢，我们就称之为探索性数据分析。再然后之后呢，我们就有了我们基本上就了解了整个数据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么就进入了一个模型和算法这一个步骤。那么模型和算法，那就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千变万化，层出不穷啊。这里面的模型和算法就是所有的科研人员重点研究的一个东西。那么我们之后在算法和模型的章节里面会着重的和大家介绍。那么所以还请大家点赞、关注。那么欢迎在评论区里面留言。特别要提的一点的话，这里面有一大类的算法，那么就是神经网络。所以我们在这个动画里面特别的把神经网络也写上去。那么最后我们就可以把这些海量的数据中获得的这个结果，那么写成一个报告，那么用图表的形式展现出来。那么比如说我们最终确认这101条记录里面一共记录了9种水果，它们分别是苹果、香蕉、西瓜、哈密瓜、葡萄、草莓、桃子、芒果和菠萝。这个呢我们就把它写成一个报告，那么就对于这个数据挖掘，那么它就完成整个完成了。那么当然了，除了报告以后呢，你还得交给决策者。
让它最后做一个相关的一些决策。但是呢，这个已经不是数据挖掘本身的部分了，所以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动画里面，我们就框出来这个数据挖掘的部分。那么机器学习和数据挖掘又是什么关系呢？机器学习的数据处理过程以及使用的算法和模型和数据挖掘是一样的，但是机器学习的侧重点是形成稳定可靠的模型和算法之后，推出相应的产品。也就是说，它的侧重点在于机器本身，要求机器能够做事情。那么，所以要求机器在学习之后能够学以致用。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果分类器，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手机的 App 应用。那么客户下载了这个应用以后，比如说他跑到一个水果店，那么他对着某个水果一拍照，那么这个程序就可以告诉你，这是什么水果啊？这个是苹果。那么这个呢就是机器学习。那么人工智能呢？那么比起机器学习的话，人工智能就更进了一步。那么它人工智能呢，要求机器展现出人类的智慧的一面，他们能够正确的去理解自己的环境，并且能够独立的做出一个判断。那么就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机器人，那么我们带它到水果店，那么这个机器人知道自己在水果店里面，而且它也认识这个水果店里面的所有的水果，那么这个机器人它就是这个人工智能的机器人。那么这里的话，我们不能不再解释一下中文和英文语境的一个差别。那么中文里面呢，可能会使用智能代理这个词来描述人工智能，但是这个词呢，事实上是比较生硬的一个翻译，因为英文里面事实上用的是 agent 这个词。那么 agent 本身是有比如说特工、间谍、政府官员等等的意思。那么从语法上讲 agent 它是一个施动者的一个含义，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可以主动做出决定并且执行的一个人。那么我们也在搜索框里面，比如说搜索一下这个 agent，查看一下图片，那么大家可以看到，那么 agent 的图片大多是比如说电影里面特工，而不是什么代理商。这个图片都找不到代理商，都是一些政府官员或者说是特工。那么所以呢，中文语境下这个智能代理的更多的意思是说它是一个可以独立判断，那么主动完成任务的一个意思。那么所以说人工智能更多的是一个强调的是这个机器人有自己的一个对环境的理解，可以做出自己判断的意思。那么这一块就是人工智能。那么深度学习呢，还记得我们在介绍人工智能历史的时候有说过，人工智能分成两派呢，一派呢它是相信如果智慧要出现的话，它得靠数学推导，靠逻辑演算来完成。那么另外一派呢，他说智慧要出现的话，那么必须得通过模拟人类大脑的形式来学习。那么深度学习这一块呢，事实上它就是后一派的代表，也就是我们之前说的匹兹派。那么他们相信的话是使用神经网络，就是说深度学习就只使用神经网络，它排除了其他的非神经网络算法的一些其他的算法的实现方式，它只使用神经网络。那么这一派只使用神经网络的这一派，那么就称之为深度学习。那么以上就是深度学习、人工智能、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等的一些差别。不知道您这边搞清楚了没有呢？中国古书《论语》记载，子贡问：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何如？可谓仁乎？子曰：何事于人，必也甚乎？无论是数据挖掘后产生的决定，还是机器学习后形成的产品，还是人工智能本身，共同的目标都是要向现实世界提供更加高效、
更加合理的解决方案，最终造福于人类大众。就像我们的水果分类器，不是吗？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那么我们下期再会。